宁天磊的回头率很高，不仅仅是他抱着一束花，还有便是他长得帅。在自动售票机买了票，他跟着人群进站，坐2站就到商事集团附近的地铁站了。从地铁站出来，他步行着往商事集团走去。到达商事集团门口时，还没到下班时间呢。他能提前下班，李诺却不能提前下班。宁天磊只能在公司门口站着等李诺下班。这时候，一辆迈巴赫从里面开出来，值班的保安赶紧开了公司的大门，并走出来站在门口，向那辆迈巴赫的人敬礼。那是商无痕的车子。商无痕没有开车，他有专车司机。不过他还是一出来就看到了站在他公司门口的宁天磊。停车！商无痕让司机停车，司机连忙停车。商无痕按下了车窗，在宁天磊看过来时，他扬声问宁天磊：“你怎么会这里？等人？”宁天磊抱着那束花过于耀眼，都不用问，也知道宁天磊是准备送给某个女孩子的。宁天磊这是恋爱了，恋爱对象是他商事集团的人。商总，我在这里等人。宁天磊走近前一点，笑着回应商无痕：“你等谁？这么热，进去等吧。在1楼的贵宾室里坐坐，喝杯水，里面有空调，不至于那么热。”站家老二的小舅子商无痕给宁天磊几分面子，让宁天磊进公司去，在1楼等着就行。宁天磊笑着：“谢谢商总，不用了，也快下班了，我就在这里等上几分钟，他就出来的了。我等我一个朋友兼大学同学，他叫李诺，在贵公司上班。”商无痕哦了一声，他不知道李诺是谁，但还是劝道：“进去等吧，5点半才下班，还有10分钟呢，外面热死了。管城的夏天又热又长，习惯了在空调房待着，离了空调房，他连西装房都穿不住，太热。”宁天磊此刻还穿着西装服呢，额上已经渗出了汗珠。那个叫李诺的未必是一下班就出来，宁天磊需要等上一会儿，等他等到人时，身上的衣服都会被汗水渗透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商总。宁天磊一再拒绝，商无痕也不勉强了。他问：“你今晚不去你姐家里吃饭吗？我现在就过去，要不我等你几分钟，带你们一程。”商无痕以为宁天磊是街上那个叫李诺的，就去游游山庄吃饭。瞧见宁天磊身后没有停着车子，知道宁天磊没有开车过来，才会这样说2句。我今晚不过去，周末再过去。商无痕懂了，宁天磊这是真的恋爱了，忙着约会，所以不去站家吃饭。你没有开车过来？没有，离地铁站近，就坐地铁过来。商无痕嗯了一声，他掏出手机，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，吩咐地道：“你问问我们公司有个叫李诺的女孩子，在哪个部门，跟他的老大说一声，准许他提前几分钟下班。他的老同学在公司门口等他了。这么热的天，宁天磊又是坐地铁过来的，若是开着车来，可以在车上等，还有空调。叫他进去等着，他又不愿意。商无痕干脆就做好事，允许那个叫李诺的提前几分钟下班，不用宁天磊等那么久。”宁天磊听到商无痕的电话吩咐，感激的道：“谢谢商总，小事一桩，不用客气。那你略等2分钟，你女朋友很快就出来的了，我先过去吃饭。”他的父母亲儿以及妹妹一家人都去了游游山庄，商无痕也想过去凑凑热闹，便推掉了今晚的应酬，去游游山庄吃饭。商无痕吩咐司机开车，很快那辆迈巴赫开走了。没2分钟，李诺就从里面快步而出。天磊！李诺远远就叫着宁天磊。宁天磊抱着花束迎上前几步，等他近前了，他笑着将那束花递到李诺的面前：“我想给你买束花，能更好地表示我的歉意。”李诺接过了那束花，笑道：“我又没有生气，你还破费买花了，你喜欢吗？一束花也不值什么钱，只要你开心，不生我的气，
不与我绝交就行。咱们同学那么多，我跟你的交情是最长久最深的了。宁天磊很认真的道，李诺，我很在乎咱们的友情。李诺一手抱着花束，一手轻拍他的肩膀一下，说道，走吧，我岂是那么小气的人，又不是第一次认识我。悠悠山庄是你姐的婆家，占家人重视隐私，我跟你姐又不熟，哪能贸然去打扰他们的生活。李诺边走边说道，本就是我提了不合理的要求，该是我向你道歉才对。没事，我姐的确是不了解你，所以才会婉拒的，改天有时间我介绍你和我姐认识，你们俩见面聊聊，保管我姐会喜欢你的。李诺，这一次我未能让你如愿，不过来日方长，总有一天你能去参观一下悠悠山庄的。宁天磊话里藏着深意，他和李诺会有将来的，等李诺成为他的妻子，是乐乐的舅妈了，他带着乐乐的舅妈过去，就可以自由参观悠悠山庄了。宁姐姐很忙吧？李诺也是真的想见一见宁云初。是很忙，不过见面吃饭的时间还是有的。其实吧，只要我姐想，她随时都能休息，她公司里还有莫大哥在呢。不像我没有像莫大哥那么忠心又能干的得力干将，很多事情还得亲力亲为，休息一天，第二天回到公司就要加班加点2-3天才能处理完堆积一天的工作。宁天磊是羡慕大姐身边有个莫大哥帮忙管理公司，更不要说还有姐夫呢。大姐需要姐夫帮忙时，姐夫宁愿抛下自己手里头的工作，也要飞过去帮大姐做事。只要大姐想见李诺，随时都会有时间，也是一句话的事情。李诺笑了笑，说道，你慢慢来吧，培养了自己的管理团队，偶尔休息还是可以的。宁天磊在管城很是低调，可能是他有个过于耀眼的大姐吧，也是因为他属于守业之人，在管理公司上没有战家男儿那般突出。你在公司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吗？李诺边走边问宁天磊。没有呀，我刚到没2分钟就看到商总出来了，商总叫我进去等你，说外面热，我想着你很快就能下班，婉拒了他的好意，没想到他打电话给秘书，让秘书通知你出来，不用我再等下去。宁天磊说道，商氏与战氏如今是亲戚关系，童姐是商总的表妹，我大姐和童姐既是好友又是妯娌，商总才会这般的照顾我。李诺知道各中关系，以前他不知道宁天磊是豪门少爷，他和普通人一样，没课的时候就跑出去打临时工，什么活能赚钱他都去干。很多人都以为宁天磊家里很困难，有些女生喜欢宁天磊的俊美，却又嫌弃宁天磊的穷。李诺也和所有人一样，认为宁天磊家里条件困难，但他还是被他吸引，他花钱很有计划，该花的就花，不该花的一分不花。别人说他抠门，他却觉得他懂得赚钱的不容易，花钱就不会大手大脚。他看重的是宁天磊的人品，父母总是跟他说，在大学里若是能遇到一个好男人，家庭条件和他家里差不多的，就叫他先练着，毕业后就可以结婚。说什么出到社会了，优秀的男人都是名草有主的，被别人挑剩的不好，总是说遇到好男人就要赶紧出手，免得被别人抢了去，但要求一定要门当户对。李诺不敢让父母知道他喜欢宁天磊，在大学校园里，宁天磊穷与他门不当户不对的。她和闺蜜说，再观察观察，等大家进入社会了，看看宁天磊的潜能吧。若是宁天磊碌碌无为，她可能会对宁天磊死心，因为怕宁天磊是个凤凰男。2个人在学校里关系不错，毕业后也没有断了联系。知道宁天磊回到他的家乡管城发展，李诺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好友的劝阻，孤身跑到管城来找工作，就想离宁天磊近一点，也是想继续考察考察一下宁天磊。他从来没有像喜欢宁天磊这样喜欢过一个男人。李诺不想轻易放弃，来了管城，李诺才知道他们都错了。
宁天磊不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他是豪门少爷，他能那般独立，是因为他在小学就读的寄宿学校，所以很独立。他继承了一部分的家产，自己做生意，打理公司。唯一让人诟病的是他的原生家庭很糟糕，他父母都在坐牢，大姐跟他不是一个爸生的，二姐也坐过牢，还很差，如今下落不明。听说是做了什么坏事，怕被人灭口，逃离了管城的。有没有被对手找到灭了口也不知道。宁天磊没有放弃过寻找他的二姐，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消息。自己家世清白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家里没有大富大贵，也是小康家庭。如果真要说他有点让人嫌弃的地方，就是父母在国家放开二胎后，迫不及待地生了个弟弟给他。父母说怕他一个人孤独，李诺却知道父母打心里就想要一个儿子。还好，父母虽然生了弟弟，对他的疼爱不减，该给他的都给了他。弟弟也不用他养，他上班每个月收入多少，父母从来不过问，也没有叫他拿钱回家养弟弟。平时弟弟叫他买点东西，只要超过200块钱，母亲都会替弟弟还钱给他。父母明说了，他们是有足够的钱养二胎才生的二胎，不会因为生了二胎就影响他的生活质量。也说了，给弟弟存了足够的钱读书，以后买房买车娶老婆用。他是多了一个弟弟，不是多了一个负担。弟弟是父母的责任，与他无关。以后父母不在了，弟弟便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，不至于回了娘家空荡荡，没有人招待。父母都为弟弟铺好了路，李诺不用抚养弟弟，他的收入他自己存着，没有利益纷争。他和弟弟姐弟情深，他是越来越疼爱弟弟。好多人一听到他还有个那么小的弟弟，都担心以后需要他来养，下意识就否定了他。否定就否定呗，反正他也不喜欢那些男人。宁天磊见过他弟弟，还和他一起带弟弟去过儿童游乐园，他看得出来，宁天磊挺喜欢他弟弟的。他对小孩子很有耐心，他弟弟也很喜欢宁天磊，每次打电话给他都问起天磊哥哥。他叮嘱弟弟不要在父母面前提及宁天磊，因为他和宁天磊还没有成为恋人，目前只是老同学。李诺，商总这样安排，你公司里的人会不会误会咱俩的关系，以为我是你的男朋友？宁天磊笑问。李诺答道，你又不是第一次来公司等我，他们要误会也就误会了，误会就误会吧，咱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歪。天磊，你姐不催你找女朋友吗？毕业都这么多年了，据我所知，咱们很多同学已经结婚生子，就他俩还在原地踏步。他喜欢他，甚至都还不敢捅破那层纸。也没几年呀，我大姐不会催我的。她说这是我的私事，我想结就结，不想结就不结。没有恋爱代表我的缘分未到，她说缘分到了，我挡也挡不住，很自然就会恋爱结婚。宁云初是操心弟弟的人生大事，却不会催婚，也不算着急。毕竟弟弟也就25、26岁，这样的男人，他觉得还不够成熟。他认识战一晨时，战一晨都28、29了。两个人婚后又过了2年两人世界，才生了乐乐。宁云初挺担心自己不能生的，程医生给他打了包票，说调理2年，保证她能怀孕，能当妈妈。程医生的医术100%信得过，他就是调理了2年，便有了乐乐。生了乐乐之后，他去探过1次监，他告诉母亲，他当妈妈了，生了一个很健康的、很漂亮的男娃娃。清楚地从母亲眼里看到了恨意。母亲说他怎么可能怀疑，恨恨地骂老天爷对他太好，又恨毒地诅咒他的儿子养不大。为人母，孩子就是他的逆鳞，被母亲诅咒儿子养不大，宁云初那个恨呀，后面就没有再去探监，直到最近才向丈夫提出准备去看看母亲。